水墨动画《浪浪山小妖怪》破圈暑期档，豆瓣开分8.5，2天票房破亿，影院啜泣声与走出浪浪山的社交刷屏，引爆今夏最具共鸣的文化现象。不只看热闹，更要看门道。欢迎来到观影悟道。本次讲述的影片脱胎于《中国奇谭之小妖怪的夏天》动画短片，用4个底层小妖的荒诞取经路，剖开了当代社会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突围。简单介绍下影片的4位主人公：小猪妖屡败屡战的小镇做题家，3年苦熬终获大王洞临时岗位，却因刷锅时擦去大王爷爷题字，从潜力股沦为死刑逃犯。蛤蟆精靠关系混进体制的围城困兽，视工牌为阶层勋章，却因与小猪妖同刷一锅遭清算，逃亡仍紧握工牌。黄鼠狼精初入职场即因多话获罪，被沙僧面具封印声音，磨刀石即为生存利器，抑郁被规训磨平的棱角。星星怪幼年惨遭灭门，创伤致其口吃畏缩，成为职场中站立失语的隐形幸存者。当小猪妖与蛤蟆精亡命天涯，偶闻取经可成佛，荒诞计划应运而生，假扮唐僧劫取真经。他们招揽话唠黄鼠狼与社恐星星怪，组成草根取经团，一路荒诞行旅，却处处映出现实之痛。该片以荒诞笔法绘就当代浮世绘，将体制暴力、伪优绩主义与底层命运凝练为3个尖锐意象。乌鸦精手中冰冷的9527既致敬经典，又暗喻无能的贬斥。工牌不仅是身份标识，更是权力规训的工具。夺尽财物却施舍水壶，恰如以温情假面施行暴力统治，堪比现实中用福报论置换劳动者尊严的操控术。蛤蟆精口中的二舅神话彻底戳穿凭本事晋升的虚假叙事，揭示裙带关系才是权力流通的真相。其逃亡时紧攥工牌的癫狂，正是体制逻辑内化至深的悲鸣。而那张空悬的转正承诺与小猪妖自毁皮毛的献祭，共同构成体制最具蛊惑性的谎言，诱使底层以血肉追逐虚幻的准入券，终局却是彻底的倾轧与幻灭。假取经团的征途遍布黑色幽默，请攻击画师绘制唐僧师徒一幕，堪称职场霸凌的隐喻。甲方不断苛责不像取经人不够大气，最终成品竟沦为志同涂鸦。哪有什么艺术追求，不过是以空话碾碎专业尊严的仪式。这涂鸦正是无数打工人的命运缩影，在自我阉割后交出一副被 KPI 绞杀的灵魂残骸，还得为荒诞的验收通过挤出苦笑。狗妖一张，假团队虚张声势，以武力胁迫对方启动危机公关。绞杀令未冷，宴请函已至。小猪妖一句行头不错，实为柔性勒索。狗妖即刻献上全套装备，恰如黑帮经济学中的以资源赎买安全。当暴力遭遇更强暴力，进贡即成最优雅的投降。面对鼠患村庄，这群冒牌货被迫扮演救世主，其拙劣的围攻战术意外契合底层除草的实用哲学，构成对英雄叙事的尖锐结构。村民献上降妖除魔锦旗，所谓英雄自卫，无非集体幻觉的罐头。群众需要符号慰藉，骗子需要冠冕加身，一面锦旗便让荒诞供需彼此成全。正如画皮创业时代的荒诞辩证法，当草台班子披着 PPT 袈裟招摇过市，资本香火自会簇拥成莲台。每个成功上岸的取经人，或许都曾在浪浪山刷锅。高潮在诡谲的小雷音寺爆发，黄眉大王本是弥勒童子，却以伪佛系统搭建起权力腐败的庙堂。蛤蟆精索经被假如来反问精明，湖州正儿八经，对方却顺势煞有介事的附和。荒诞一幕讽刺着当下表演型权威，半瓶子醋却满口术语，以伪学术遮掩无知。抱妖直言更是刺骨，取经是给有背景的人镀金的。悟空认识如来500年，唐僧是唐皇兄弟，八戒和沙僧本是天庭神仙，你们算什么？当取经沦为权贵的镀金游戏，普通人的努力变成了无关紧要的尘埃。然而真正的真经从不是背景赐予，而是炼火淬炼、万里慈悲与苦行得来的心性。靠背景镀金者终会被拆穿，唯有坚守初心者方能悟得真理。经不是镀在身上的光环，而是刻在心里的成长。最终黄眉逼迫小妖诱捕真唐僧，最社恐的星星怪却于悬崖边怒吼：
我是齐天大圣，悲壮的呐喊点燃伙伴觉醒，四妖放弃生路，救下孩童，以卑微之躯迎战神佛。决战之际，黄梅逼问小猪妖：“你到底想要什么？”伤痕累累的回应铿锵有力：“我只想活成我喜欢的样子。”此生道出了只为守护心中我之为我的萤火。纵使强权如山，粉身碎骨，亦要挣脱他人定义的躯壳，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，是灵魂最本真的呐喊。于绝望废墟上点亮名为自我的微光，这萤火不灭，活着本身便是一场不可征服的胜利。胜利的代价是沉重的，耗尽灵力的小妖们变回普通动物，真正的唐僧师徒与小猪妖擦肩而过时，这抹闲笔揭开残酷真相：有人生来就在取经路，有人拼尽一生还未抵达别人的起点。但山间无名祠堂，村民为纪念四妖救童之功，自发筑庙。无名塑像前香火缭绕，英文片名 Nobody 在此完成终极点题。当系统拒绝赋予姓名，人民自会刻下丰碑。成佛不必抵灵山，善念起时即修行。为何无数打工人在影院泪流不止？影片精准构建了直抵人心的情绪投射，攻击画师通宵改稿，道尽打工人的职场 NPC 之痛。小猪妖考编3年未果，戳穿阶层跃升的虚幻泡沫。最令人破防的是，当黄眉大王吃童男童女，仅得弥勒佛轻飘飘一句“你这过错记下了”，而反抗的小妖却被打回原形。影片撕开了社会最痛的伤疤，规则永远为特权者弯曲。那句泣血般的观众心声，让我崩溃的是，我们每个人都是那只磨秃了鬃毛还在刷锅的猪，正是亿万被系统碾磨灵魂的共鸣。小妖怪们最终没有姓名，没有神通，没有仙路，却完成了最伟大的取经。导演借无名庙告诉每位观众，真经不在雷音寺，而在你选择站立的土地。当千万声走出浪浪山的呐喊汇成时代潮音，其内核正是2种灵魂的突围。向外如小猪妖挣脱刷锅的轮回宿命，纵使前方横亘群山；向内如星星怪觉醒我即齐天大圣的本真烈焰，照破身份迷障。当代社会的残酷在于，我们深知黄眉童子之流仍在莲台上盘踞，然影片的答案如惊雷裂空。当亿万微尘般的意志举起铁锹，在巍峨的神殿终将倾颓于众生觉醒的震颤。散场灯光亮起时，博主听见一句低语在人群中漾开：明天我要辞职去做喜欢的音乐。浪浪山仍在，但有人已动身。本期浪浪山小妖怪解析完毕，欢迎关注、评论、转发，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努力的动力。